又写死一个反派。你写够了吗？你谁啊？谢无望。你不是死了吗？所以，我来问你，我为什么每次出场都要冷笑？反派标配吗？第19章，我一掌能杀他。你让我听他说3页废话。第36章，阵法有破绽，你让我装作看不见。剧情需要。第64章，你让我冷笑，然后进去送死。我败给叶凌霄，不是因为我弱，是你不让我赢。前79章都发了，删不了。那就别删，把我写得合理。删不了，上界也撤回不了。什么意思？读者已经看过了，他们已经记住你该死。别着急，我看看书中还有哪些能够救命的伏笔。不能改事实，只能改解释。接，你确定？不接也躲不过。作者，你在改我的命。谢无望不一定非得死。反派不死，主角怎么赢？你写了79章，让所有人相信我会赢。现在，你要让他们失望。你命运是有人写下的。他自己在写。你最好别写错。你去哪儿？会去杀叶凌霄。警告：禁止离开作者超过3米。这里没有灵气。没蓝了，你在消失。终章死局，再拉我回去。不写不行。写。你做什么？报警。你可以试。我家里有人从电脑里爬出来了。您是否长期熬夜？是否正在创作玄幻小说？不是幻觉。你的世界也会替剧情遮掩。拍不到，谁都看不见你。陆沉舟，开门。关平，比你还催命。鲜血。门外有人。我快死了。那你先别死。有了。世人皆以为魔尊谢无望只有一条命，却无人知晓，魔尊一脉有禁术，因为9劫魔身，9劫不灭，分魂不死。叶凌霄斩杀的只是第1劫。不是吧？有空！你再不开门，我进来了。这也能出来？我要赶快更改设定。此地并非九州，而是现实。现实无灵，天命之剑威力实不存疑。你受伤了。系统提示：作者与角色命运绑定，任一方死亡，终章将自动归位。怎么还同生共死了？先杀作者。
堂姐，你听我解释。我让你写终章，没让你请演员沉浸式创作。道具还挺真。你看见了吧？警告：异常角色已脱离原属世界。稿子还交不交？来了。第一届妖兽。第一届都这样。妖兽无法降临现实。别写结果，写规则。未被终章命格绑定的异界生物，无法完整降临现实。我写死了一个不该死的人，下一次就不是妖兽。现实协助者身份已确认。陆晨舟，你这稿子麻烦大了。这不是写小说，是在改读者预期。先让他们觉得他不该这样死。才这么点儿，不是你写他活，他就能活。先让读者看见他，看读者。硬写他活，读者不信。他们只是看剧情，但剧情会杀人。先把3%写到10%，目标不是救他，是让读者先犹豫。先把3%写到10%。打开。读者不是针对你。我知道，我在他们眼里只是一段剧情。等等。有效。一个人信我。叶凌霄在压评论，不是压评论，是压读者判断。我不需要怜悯，不要写我可怜。那就写你本来有资格赢，证明胜者资格。我只写了你输的理由，我没给过你胜者资格。谢无望镇守烈园，你还记得烈园？这个能用。那是什么？你认识？打开，打开。现在不是时候。为什么？先别打开，现在打开只会内讧。里面有真相。
先活过今晚。不能现在打开，那就说你记得的。你原本不是为了统治魔域，他300年真的不是人，是烈渊。设定补回来了，烈渊也跟着来了。这玩意儿怎么也进来了？烈渊不会只停在书里。这枪怎么会发光？他还在替现实圆谎。遮掩不是封印，灵气自动枯萎，这都不让写。烈渊灵气不能灭，只能封。现实里能用的能量就在那儿。仙无望可见，现实电流临时封住泄漏。现实协助者权限更新。不能告诉他们谢无望没死。那还怎么救？要让他们自己怀疑。发悬念，不发洗白。你在教读者怀疑我？有用了。不是我说服他们，是他们开始自己想了。谁在改我的命？你写我是主角，就不该让读者怀疑我。我死不死，不是你说了算。叶凌霄开始抢叙事权了。别让他写！别和他抢键盘，抢读者，让他们先看见魔尊死后发生了什么。等等，魔尊死了，怎么反而出事？有人开始问了。他们还是不信。正常，前79章已经把他们喂熟了。别急，等第一个人把因果说出来。如果谢无望一直在镇烈渊，那他死了确实会出事。出现了。他们在想，他下场了。主角干预现实评论区。反派再有理由，也是反派。我写一段解释。作者替他说叫洗白，让他自己问。你赢的到底是我，还是作者写给你的命？对，就是这句。这句有点帅。获得众生愿力。评论能给他力量。你能走远了。评论不是情绪，是燃料。太少。
真的能救你？不是救我，他们只是第一次看见我。我赢的不是谢无望，是所有人凌霄酬谢，镇压着想看的结局。不要邪我火，邪我赢。对，反派翻盘才有新爽点。那就让我来改写你的命运。第36章玄天阵，谢无望早已看穿阵眼，入阵不是终极，而是借阵眼封住烈渊第一道缝。我入阵是为封他。这才叫合理反转。到门口了。谢我，可借重生愿力恢复魔尊威压。那就把愿力补上。鬼。存活合理度达到20%。他们不信我了。没超过，但第一次接近。他们想看他翻盘。现在翻盘才是卖点。那就让他们看看他为什么该死。让他们看看他为什么该死。星辰图拯救他不配活。那件事不是我做的。我到的时候，城已经空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当年只是为了让读者恨反派，才给谢无妄加了一场屠城。找证据。城中尸身无血，唯有黑雾缠骨。这不是同一种东西。我找到了。作者，你敢翻这案子？反派就该死！这次不能再写错。作者，别帮他，反派就该死。当前节点30分80。这又是什么？烈渊瘴气。楼里的人开始感觉到了。核心旧案触发，现实入侵等级升到3。如果屠城不是魔尊做的，那是谁？他们问到关键了。如果不是他，那就要查谁在场。
叶凌霄赶到时，看见死城，从未看到谢无望亲手屠城。叶凌霄看到的是结果，不是过程。证据比解释更有用。3万人死了，不是洗清我，就能让他们活，那就让他们都回来。他进来了。不是王者，是瘴气戒行。死城骸骨无法离开烈渊瘴气范围。别写他去哪儿，写他是什么。骸骨并非真正王者，只是瘴气复制出的怨象。瘴气散，他就散。看见一点真相，就能原谅他吗？这样算公平吗？不是操纵，是把讨论从情绪拉回证据。现实协助者权限提升。你能影响愿力，那就别让他流回情绪里。主角好感在掉。天台。镇城之前，必须进去。这东西要出来了！镇城，整栋楼都会被拖进魔域。这不是楼道污染，是整栋楼。作者必须立即封镇。传送阵，阵眼不稳，只需破阵眼即可封闭。愿力给他，别断。停！停了整栋楼怎么办？寿命扣除1日。我不写了。别说这句话。停更将默认原剧情推进。他在跳节点。我写，我现在就写。原文剧情不会停。原文件要解锁了。命格原文件准备解锁。我怕我再写错，我只是不想再死一次。旧稿要开了，你们得决定谁看。我看。谢无望本该是主角之一。旧稿第1行。最早是双主角，
叶凌霄在仙门，谢无忘在魔域，一个平九州，一个镇烈院。最早确实是双主角。说句不好，我把你改成了反派。你该死。所以我不是天生该死，是你把我改成了该死。第40节点即将完成。你嫌我是主角，为什么现在又说他也本该是？读者认的是我。天命认的是我，他拿到笔了。我的命运还是让我自己来写吧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也能改剧情。他在烧原文简。请作者亲口承认谢无忘仍为主角之一。我承认，我把一个主角改成了反派。别动。双主角出版大纲。并行主线。神漩涡变得比万古寒冰更冷。我第一次死，不是在第80章，是在这里。这3万人恶意错罪，你把他的功劳改成了罪。我记得，我不记得，因为你删了。救人者也可后来成魔。魔域线砍掉，谢无忘可以保留，但别当主角，让他后期做大反派，衬托叶凌霄。谢无忘不是剧情杀，而是被数据和市场选择杀死。我那时候理由不等于结果不存在。既然你知道，为什么还是改了我？我改了。我哪一部分是真的？冷笑是你写的，那站在这里的是我，还是你写的东西？角色自我意识稳定。我写错了很多。你爬出来问我那句话不是我写的，你想活也不是我写的。你不是只有被写下来的部分。若角色可以脱离作者，主角也可以。
主角也可以，他能脱离反派命，我为什么不能？他也在证明。他们都在睁开我写的命。主角线也变复杂了。他不只是要赢了，那就先杀写命的人。写命的人先死。写规则，现在！角色不得直接改写作者生死，除非作者主动交出笔权。规则成立。交出笔权可结束所有现实入侵。交出了，现实就停。我恨你替我选命，所以我不会替你选。我欠你的还没还完。压到现实来了。既然你不交笔，就让现实看看该信谁。他不是在救人，他在抢现实愿力。信我者得救。信我者，信我者得救。他站在光里就会被信，你却要证明自己不该死。那就写清楚你选谁。过去的我可能还会那么做。这次别缩回去。作者，你选他，这次我选我欠的那个人。他出来了。现实在接纳他。我把现实都写得信他，那就去见他。作者，他还在变强。我来了。你现在打不过他，主角光环也是我写的。几条评论，怎么比得过主角契约？把笔给我。
他们只看见了光。人们不需要真相，只需要得救。所以，你也在操控他们。12了。他要吞命阁。反派命格归主角所有。主角不可吞并，别写不可吞，写它不属于任何人。谢无望不是叶凌霄的劫，也不是作者的工具，他的命格只属于他自己。他的命格只属于他自己。只属于他自己。谢无望不争主角位，也不认反派命，只要夺回自己的命。不争主角，凭什么活？因为我想活，所以来争自己的命。因为我想活，所以来争自己的命。这句不是我写完的。让他们看见魔尊真正的样子。这世间本就是炼狱，你们都该死！这是旧版本画面，那也是我被写成的样子。不能否认，作者比全。五拳他！被删掉的真相载入。不是洗白，是把删掉的因果放回去。他不是没沾过血，我杀过，但他们只选人看见我杀人，不许我说为什么。主角气运出现第二道裂纹。你不是怕我抢主角，你怕的是我不再是反派。如果我不是反派，你拿什么证明自己是主角？意识觉醒度突破50%。他在醒。那就不争了。别让他碰中断！我直接改结局。叶凌霄，不得接触作者中断。逻辑不足。你写过。主角可破一切禁制。
从现在开始，我自己写。谢无忘命格，归夜凌霄。命格正在丢失。删掉！命格丢失过半，别让通道塌。作者笔权与主角笔权冲突，想拿回命格，就见书里讲。入书夺命格通道开启。我进来了。他改了这里的规则。魔域权限已被主角规则接管。作者终端权限断开。我在书里没有键盘。在书里，你不是天道，只是一个写错东西的人。我的命格，他把命格拆成关了。第一块命格已封锁。实体在现实，权限可投影入书。他人在外面，手却伸进来了，那就斩断他的手。第一块命格，你们拿不到。作者离线，无作者笔权。那就先稳住读者。追根不断，通道就不断。编辑也想替作者写命。你敢碰后台试试？我当年让他降智了。胜负不可直接鼓显，可重试败因。他不是输，他是在方阵。谢无恙生性残忍，天道判死。这是我写的扛牌。他不是天命所弃，是作者曾经放弃了他。错的是我写的不完整。谢无恙曾被作者弃于废稿，其命未尽，其罪未明，其死不可草判，扛白权限部分恢复。第二块命格位置，玄天阵。他们被摆过去了。众人接住主角成道。他们不是自愿。选择权被主角气运覆盖，所有受主角恩惠者，皆应助主角成道。连别人的选择，你也要夺。玄天阵关卡启动，重心被夺。
如果所有人都被迫站在主角那边，那主角赢的还是人心吗？现实愿力接入玄天阵。天命不是你们的刀，他们不是剧情道具。玄天阵规则出现裂口。入口开了。第二块命格，众心所向。众心本该归主角。众心若不能选择，便不是众心。命文恢复，既然会选，那就删掉选择，删掉选择。他在删选择。这里是废稿，这是原始设定。这不是主角打败反派的故事，是两个少年共同封住世界裂缝，二者缺一，世界失衡。若天命独占世界，主角将成为新的灾厄。他不是在赢，他会毁掉世界。这不是主角赢，是主角变成天道。他在夺后台权限。当前节点7时，后台顶不住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写天命。主角即天命，天命不可逆。天道权限接管。他在删观众记忆。众生愿力正在归零，记忆没了，他就又会被抹掉。没有人记得，就没有人质疑。众生愿力归零倒计时，写死他！现实撑不了多久。现实还是他。系统作者接触天道之笔。魔尊，谢无忘死。写完。陆晨舟，别写下去！继续写。书写中断。要做什么？这次留下，不是为了任何人安排，是我自己选的。他自己愿意死，你就该喜欢。一生就等于该死。他不是愿意死，他是在承担。死亡判词中断，写他死，或者写他赢。
把他改成主角，也还是把他关进去，不写死，也不写赢。谢无厌不再作为反派存在。反派位置解除。没有反派，你还写什么？故事可以继续，但不能再靠谁必须死继续。终章定义进入生效阶段。发生过的仍然发生，该承担的仍要承担，但从这一刻起，他不再是任何人的反派。没有反派，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。那就再造一个！他要创造反派？没有反派，就创造反派！反派为寻找目标。这是我写出来的战略。别动！我争命，不是为了换别人死。反派位承接失败。旧标签结构暴露，那就把标签一起拆掉。叶凌霄不必永远赢，谢无望不必永远输。作者不该以爽点之名替角色安排唯一命运。如果我不赢，我算什么？你也可以只是叶凌霄。主角命格出现脱离可能。他拒绝了。天道灾厄生成。系统无感情，光若无暗，亦成焚世之火。缺了烈焰，光也会烧掉世界。命格必须完整。那是我的胜利，那是我的命。我可以限你无伤通过。你进得来就来拿，无伤通过，逻辑不足。逻辑不足。这一次，不要再替我选。好。他们又记起来了。让他活！命格归还本人。现在，我不是你的劫了。命格归位，制衡恢复。这次可以自己写。节点完成。第80节点完成。死亡命格解除。标题叫谢无望。稿子还能发吗？能，但这次慢慢写。以后去哪儿，
还没想好。